皇上，别起来，多睡会儿。这晚些啊，过来陪你用晚膳。是。阿若，照顾好你们主，多准备一些白玉双黄糕。真有空的时候，会多陪你们主用一些。是。早膳吃什么？红豆莲子粥。好。主啊，您猜刚才皇上出门前都说了什么？皇上说什么了？看把你乐成这样。皇上说：“阿若，照顾好你们主，记得备上白玉双方糕，朕这几日都会过来陪你们主用些。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。主没听见呀，奴婢可是牢牢记着呢。姐姐小厨房的菜清爽落味，那碗酸笋鸡丝汤最好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晚点的时候再给你添上。那可不成啊！皇上说了，今天晚点要来陪姐姐，小厨房怕是忙翻了，我还来添乱。主，什么事儿？慎刑司刚来的回话，说太医院里有一个侍弄药材的小太监叫蛮子的，去认罪了。认什么罪？说是梅大英用的抹脸的药膏里，是他在配药的时候不小心沾上了白花丹的粉末，在元波的内壁上，所以才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。不对啊，如果是在元波里，那为什么苏炼用了没事，梅大英用了偏偏有事呢？这蛮子说了，苏炼用的是上头，所以没事儿，而梅大英用的多，便沾上了。那慎刑司是怎么办的？慎刑司已经用刑了，可吐来吐去就2句，所以来请主的意思。姐姐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三宝，你去回了慎刑司，就说本宫只要他吐完了向皇上回话便可，其余的就是他们的事儿。那若逼不出什么呢？逼不出什么，就是吐干净啦。打满50大板，送去新者库，算完。这，奴才立刻去办。姐姐，这样便了结了。这事情，存心是有人要害姐姐，早有预谋的。若是不查，查不出来了，海兰。再往下查，只有一个，满子畏罪自杀。贵妃可以把事儿做绝了，我不能。可是这事闹这么大，连皇后还有贵妃都吃了瓜烙了。就是因为皇后和贵妃都吃了瓜烙，所以就不能往下查了。从你受委屈那天晚上就该知道，红罗炭的事儿不是查不下去了，而是皇上不愿意查了。姐姐，可是皇上刚登基，需要后宫平静。既然皇上的意思都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又何必追根究底呢？你看阿若姐姐今天这神气，阿若姐姐好。是啊，你看延禧宫的可算得意了。阿若姐姐好。哎，贤妃娘娘得宠了。阿若姐姐好。阿若姐姐好。你看这下人都跟着神气了。阿若姐姐好。干你的活儿。您好走，仔细抬劲儿。仔细捧着你们手里的东西，那是皇上特意命内务府送给咱们主的，看谁敢马虎。主，这是内务府新送来的料子吧？看着就比从前的好多了。一路上捧着皇上的赏赐，够得意的吧？这宫里的人啊，最势利了，老看着我们低眉搭脸的，还不知道背后怎么编排呢。就是因为他们太势利了，得不得宠他们会不知道，别自个儿显摆在脸上。
这几件大毛的料子原是不在份例里的，是内务府特别孝敬给主的。阿若姐姐，这里有2件青多罗尼羊皮领袍子，1件玫瑰紫的灰鼠皮袄，还有1件洋红棉绫凤仙裙，这是内务府特别孝敬给咱们的。我再三问过主，可以收才收下的。那些人，奴婢知道，那些人的眼睛可比刀子还尖呢，什么都看得真真的。皇上常来，奴婢也替主高兴。越是高兴，越不能露了声色。好了，快年假了，去换了衣服吧，穿上也喜庆些。奴婢多谢主。你们2个1人2件。那若姐先挑吧。主，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，您去瞧瞧。主，这是皇上特意派人送过来的，可真是好看呢。人还未到江南呢，绿梅却先到了。皇上记得我最爱苏杭的绿梅。人生贵在两心知，不就是彼此惦记着对方的一言一行吗？主喜欢什么，皇上就赏什么。皇上啊，都用心记着呢。您瞧，这苏杭的绿梅多难得呀！两心之间梅香一缕，绿梅难得，皇上的心意更难得。三宝，把这绿梅挪到后院去，好生照看。这，还有，不许出去张扬，更不许跟咸福宫的人发生争执。这是，奴才们都谨记着呢。如今看来，皇上先前登基时冷落着娴妃，多半是顾忌着太后。可如今，娘娘，王亲也来回过话，让您务必防着娴妃。你还是提点着点王亲吧，小心他自个儿，他可是得罪过娴妃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害怕，才想要依附娘娘啊。他巴结本宫，也巴结贵妃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如墙头草一般，跟本宫不是一条心。可他有用啊。他是有用，可是王亲刁滑，不好笼络呀。主儿，刚煎的药，赶紧趁热喝了。没答应。臣妾无脸见皇上。脸伤的再难看，朕也看过了，还怕什么？臣妾无颜见皇上，一是伤了脸面，二是怪自己鲁莽，顶撞了娴妃娘娘。哼，你顶撞过的人可不少啊。让朕瞧瞧。被贵妃张嘴伤了脸，也不事先告诉朕。臣妾自知命贱，顶撞了贵妃是不得已，都是爹娘生的，不愿平白受她羞辱。不过臣妾不愿告诉皇上，也是为了脸面。自己做错了事，自己就该受着，替皇上找麻烦，那臣妾成什么了？但到底找了皇后哭诉啊？臣妾被打那日，皇后就维护贵妃。如今，臣妾就是要让皇后知道，她维护的贵妃是多么的狠毒。但那药膏是苏炼替你拿的，难道你没有疑心过？臣妾还疑心是皇后指使苏炼呢。可皇后要为难臣妾做什么？要该容不下，也该容不下娴妃。住口！皇后岂是你能议论的？臣妾知错，可臣妾也有怨气。出身低贱，还想做皇上的女人，是被人瞧不起。可是挨打也是受罚，臣妾也认了。为什么还是要被人暗害？你出身低贱，还被朕宠幸，反而让你艰难了。历来要做皇上的女人，
非得出身高贵才算名正言顺吗？略微低贱些就要受人欺负，臣妾不服。本想来安慰你，可你并没有哭哭啼啼的，倒是难得。这样吧，朕便告诉别人，便是出身低贱，只要朕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就没有人可以说什么。臣妾一定尽心尽力。把伤养好了，养好之后再来侍奉朕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吓死奴婢了！原以为皇上是来兴师问罪呢。才不会呢！皇上最不喜欢旁人觉得我低贱好欺负。主儿您瞧，现在这事儿闹得天翻地覆的。贤妃固然是洗脱了嫌疑，可贵妃和皇后也不能完全清白。太医已经给主面上上了药，主儿就别碰这些白花丹了，奴婢拿去丢了吧。我此生的荣华富贵都是主子给的，还怕舍不得这张脸？我原本也是个没脸的人，撒泼撒娇，什么都得会。主儿别这么轻贱了自个儿，您受了委屈，这皇上不是照样宠您吗？我得多谢主子提点教诲，只是挨几个耳光，皇上是不会偏袒我的，非得伤得可怜，皇上才会动怒。又得主子安排满子出手顶罪，我可不能白白的被贵妃给打了。主子说了，一定会治好您的脸，不会耽误您的恩宠。苦肉计，贵妃会使，我也会。